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中医诊法的第一种诊断方法——问诊。本课程的学习对象除了中医学生之外，更多的是中医爱好者。因此，我们不仅会从医生的角度去讲解，也会从患者的角度去讲解。本节课讲述问诊的概述，主要从问诊的概念、问诊的意义和方法、问诊的内容3个方面来介绍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问诊的概念。问诊是医生通过对病人或者是陪诊者进行有目的的询问，了解疾病的起始、发展及治疗经过，以及现在症状和其他与疾病有关的情况，以诊查疾病的方法。这里需要说明的有2点：第一，陪诊者主要是指的患者的父母、亲朋好友以及路人等等。第二就是病人自己，因为为了使病情资料准确可靠，病人的主观感受，病人自己最清楚。所以如果病人能清晰表达自己的不舒服的表现，首先应该以病人的诉说为主，这样才能使资料尽可能的准确、齐全和完整可靠。比如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父母带着孩子来看病。如果是婴幼儿的话，父母是病情的最主要的描述者。如果孩子足够大，可以表述自己的病情，但仍然有家长喜欢越俎代庖，帮助孩子诉说病情，这是不可取的。又比如，有人会替亲朋好友咨询医生，病人的主观感受往往并不能准确地被转述出来，这种替人看病的方法也是不可取的。所以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患者自己直接向医生陈述病情。问诊有什么意义和方法呢？问诊是询问疾病的发生、发展、变化的过程，以及治疗的经过、患者的自觉症状、既往病史以及生活习惯等等，这是医生诊断和治疗疾病的重要依据。问诊为分析病情的轻重、判断病位的内外、分析掌握病性的寒热，为辨证论治提供依据。所以，问诊是为了了解病情、诊查疾病的重要的方法，在4诊中占据着首要的地位。中医4诊讲的望闻问切，为什么问诊要放在第一位来讲述呢？这是因为疾病的很多情况，比如疾病的发生、发展、变化的过程，其治疗的经过、患者的自觉症状、既往的病史、生活史和家族史等等，这些都只能通过问诊才能够获得。问诊获得的病情资料通常占有所有的病情资料的70%以上，这也体现了问诊的重要性。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患者抱着想考一考中医医生的心态，看病的时候一言不发，认为中医就是诊脉，只需要医生拿脉就能诊断疾病，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。问诊需要注意5个方面。第一就是环境要安静适宜，问诊应该在比较安静适宜的环境中进行，以免受到干扰。尤其是对某些病情不便当众表述的时候，应单独询问，以便使其能够无拘无束地叙述病情。第二，医生的态度要严肃和蔼。医生对病人的疾苦要关心体贴，视病人如亲人。在问诊时，一定不要用审讯式的询问，对病人的态度既要严肃认真，亦要和蔼可亲，细心的询问，耐心的听取病人的陈述，使病人感到温暖亲切，愿意主动的陈述病情。如果遇到病情比较重或者是比较难以治愈的病人，一定要鼓励病人，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。医生一定不要用悲观、惊讶的语言或者是表情，以免给病人带来不良的刺激，增强其精神的负担，使疾病加重。比如，医生千万不要用“为什么这么重才能看病啊”，这样可能会加重病人的心理负担。第三，尽量的避免用病人听不懂的医学术语来询问病人，
比如有没有发热啊、恶寒啊、心悸啊等等这些医学术语来询问。应该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询问，比如你有没有发烧，有没有怕冷，有没有心慌等等，病人能够听懂的问题，才能够准确地叙述病情。第四，医生问诊时要避免资料片面失真。医生在问诊时既要重视主症，又要注意了解一般的情况，全面收集有关的临床资料，以避免遗漏病情。如果发现病人叙述的病情不够清楚，可对病人进行必要的、有目的的去询问，或做某种暗示，但是一定不要凭个人的主观臆测去暗示或者是去套问病人，以避免所获取的临床资料片面失真，影响诊断的正确。第五，医生问诊时要重视主诉的询问，因为主诉是病人最痛苦的症状和体征，又往往是疾病的症结之所在，所以围绕主诉进行深入的询问是非常必要的。对危重病人，一定要扼要的询问，不必要面面俱到，以便迅速的抢救，待病情缓解之后再进行详细的询问。